我妹妹6岁那年遭到3个麻瓜男孩的欺侮，他们从后花园的篱笆外偷看她，看见她施魔法。她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不会控制，这种年龄的女巫或巫师都不会，我想。他们看了之后都很吃惊，于是他们反过篱笆进来。当她做不出他们要求的把戏时，他们就气得给他们眼中的小怪胎一点教训。妙丽的眼睛在火光中睁得老大，荣恩的表情看起来很难受。阿波佛站起来，他的身高和阿布斯差不多，然后他忽然愤怒地激动起来。这件事毁了他，他再也没有恢复正常。他不是故意使用魔法，但又无法摆脱，施施魔法就闷在他的心里，害他发狂。每当他无法控制时，他就爆发出来。有时他会变得古里古怪而且危险，但多半时候他都很可爱，很胆小，不会伤害别人。我父亲去找那几个伤害他的滚蛋算账，阿波佛说，攻击他们，他们为此把他关进阿兹卡班。他死也不肯说出原因，因为假如魔法部知道亚瑞安娜变成这样，就会把他送去圣蒙国医院，永远监禁起来。他们本来就认为他严重触犯国际保密规章，因为他很不稳定，失控的时候魔法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只好保护他，让他安静过日子。我们搬了家，对外宣称他生病，由我母亲照顾他，设法让他平静快来。我才是他最喜欢的人，阿波佛说。他说这句话时，似乎有个脏兮兮的小男孩从阿波佛的皱纹和纠结的胡须中偷偷往外看。不是阿布斯，阿布斯回家后总是在他的房间里读书，数他得到的奖项，和那些旗鼓相当的人角逐，当代最杰出的魔法师。阿波佛不屑地哼了一声，他才懒得管他。他最喜欢我，我母亲叫他吃饭，但他不肯吃时，只有我能哄他吃。他发怒时，只有我能让他平静下来。他总是帮我喂山羊。然后他14岁那年，那时候我刚好不在家。阿波佛说，如果我在家，我就能让他平静下来。那天他又发怒了，我母亲已经年老力哀了。然后那是个意外，亚瑞安娜无法控制，我母亲被杀死了。哈利有种既同情又厌恶的强烈复杂感觉，他不想再听，但阿波佛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哈利怀疑他有多久没谈起这件事，或者他根本就不会说过。这件事破坏了阿布斯和小道奇的环球之旅记书，他们回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然后道奇一个人去旅行，阿布斯留在家中当一家之王。哼！阿波佛朝壁炉内的柴火喷一口痰。我跟他说，我来照顾他，我不在乎上学，我可以留在家里照顾他。但他叫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学业，他会接管我母亲的工作。对杰出先生来说，这可委屈了。照顾半疯癫的妹妹，每隔1天就要防止她把房子炸掉，这是没有任何奖赏的工作。但他做了几个星期，成果还不错，直到那个家伙出现。阿波佛脸上出现危险的表情。格林戴华德，我哥哥总算有个旗鼓相当的对象可以交谈了。这个人和他一样聪明，才华洋溢。他们忙着酝酿新的魔法界秩序，找寻圣物，还有其他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事。照顾亚瑞安娜的事就退而其次了。这是为魔法界全体族群谋福利的伟大技术。阿布斯是为更长远的利益而努力。一个小女孩被忽略了，又有什么关系？但几个星期后，我受不了了。这时差不多我该回霍格华兹的时候，因此我告诉他们2个，面对面的告诉他们，就像我现在和你们说话一样。阿波佛低头注视哈利，哈利想象自己看见一个瘦削强壮的愤怒青少年对抗他的哥哥。我告诉他，你最好现在打消这个念头，你没有办法移动他，他的状况不好，你不能带他到处跑，不管你打算去哪里，
发表你聪明的演说也好，煽动你的追随者也好。但他听了不高兴。阿波佛说，火光映照在他的镜片上，镜片又被反射成白茫茫的一片。格林戴华德更不喜欢，他非常生气，说我是个愚蠢的小孩子，企图阻拦他和我才华洋溢的哥哥。说难道我不明白，一旦他们改变世界，让巫师出现，给麻瓜一些教训，我可怜的妹妹就不需要再被藏起来了。后来我们吵了起来，我拔出我的魔杖，他也拔出他的魔杖。我哥哥最好的朋友对我用酷刑咒，阿布斯想制止他，于是我们3个人互相决斗，电光石头和爆炸声把他逼疯了，他受不了了。阿波佛脸上失去血色，仿佛受到致命的创伤。我猜想他是想要帮忙，但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下的手，我们3个人都可能。结果他死了。他说出最后一个字后，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颓然坐下，妙丽泪流满面，荣恩的脸色也几乎和阿波佛一样苍白。哈利只觉得十分厌恶，愿自己没听到这一切，也愿能把刚才听到的事情全部从记忆中洗掉。